欢迎收看6小时的财经快讯。第一条是，史上最大规模的代际财富转移正在进行，但人们却毫无准备。据美国银行私人银行投资主管迈克尔·佩尔扎称，接下来，中美贸易战中，中国虽受重创，但最终恢复元气。若特朗普再次当选，第二轮贸易战将更加严峻。特朗普提出对中国进口商品加征高达60%关税，比上一任期损害更大，因关税更高且中国经济更脆弱。接下来这条，上周华尔街股市波动剧烈，最终收盘价与上周五基本持平。日元套利交易解体引发恐慌，投资者预计美联储宽松。本周后期因失业救济金数据市场修正，本周股市基本横盘，标准普尔500指数几乎无变化，纳斯达克综合指数跌幅不到 0.2%，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约 0.6%。 周一标普500指数和纳斯达克指数跌超 3%。 接下来，美联储将密切关注本周消费者价格报告，希望报告能为其9月会议降息提供依据。目前，交易员预计市场波动会加剧。芝加哥期权交易所波动率指数已触及2020年疫情高点时期的水平。下面这条，希腊雅典东北部发生山火，浓烟笼罩城市，超250名消防人员和67辆消防车正在灭火。大火已波及雅典重要水库马拉松湖。让我们关注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 J.D. 万斯通过参加周日报纸秀来贬低民主党票选候选人，宣扬唐纳德·特朗普的政绩和连任计划，并为自己过去引来竞选争议的言论辩护。下面这条，美联储若不尽快降息，美国消费者可能会失去信心。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有权根据他人建议做出决策，独立运作的央行往往比受制约的央行表现更好。接下来，债券经理人阿贝拉劝说客户购买债券多年，最近终于看到客户需求激增，因股票下跌和对经济衰退的担忧加剧，债券被视为一种避险资产。当股票暴跌时，其收益率会上升。接下来，新西兰央行将于本周做出关键政策决定，评估是否开始降息或等待更多通胀回落的证据。12名经济学家预计央行将维持 5.5% 的利率，而9名经济学家预计将开始降息周期。交易员预计降息25个基点的可能性为 70%。 接下来这条，各个事物都有阴阳两极，作用和反作用，所有专有软件都有开源替代方案。近年来，技术的开放性问题引起公众的高度关注，许多人开始探索 Twitter 的替代方案，其中许多是开源的。去年 OpenAI 的权力斗争也引发了人们对开源在蓬勃发展的 AI 革命中的实际意义的关注。下面这条，沃伦·巴菲特减持苹果股份 55%， 从 9.05 亿股降至4亿股，原因可能是苹果在中国市场表现不佳，运营收入下降，以及估值过高。接下来这条，前日本央行董事认为，鉴于央行最近加息后引发的市场动荡和日本经济快速复苏可能性低，央行今年将无法再次加息。下面这条，瑞安·雷诺兹主演的《死侍与金刚狼》蝉联北美票房冠军3周，而妻子布莱克·莱弗利主演的爱情片《与我同中》意外走红，首周末票房达5000万美元，夫妻2人双双取得胜利。下一条，日本加息导致日元升值，引发全球市场动荡，投资者抛售大量资产，导致日股暴跌，揭示了全球市场对以日元套利交易为代表的杠杆策略的脆弱性。最后为您播报的是，好事多今年10月将在美国的纳帕、加利福尼亚州、本德、俄勒冈州和普莱森顿、加利福尼亚州开设新分店，会员费将从60美元到120美元涨至65美元到130美元。想节省开支，可关注促销活动，用奖励信用卡及制作购物清单。现在可加入会员，享会员优惠。以上是过去6小时的财经快讯，我们6小时后见。